No dia 29 de outubro de 2020, Daniel Lee, cofundador da Fundação Nervos, fez um discurso de abertura na conferência Web 3.0 e o tópico principal é Múltiplas Blockchains e o Mundo Web 3.0. No vídeo da apresentação a seguir, Daniel Lee disse que quando a Nervos nasceu, ela já havia considerado os requisitos da interoperabilidade e da cross-chain, ou seja, cruzamento das blockchains. Com base na arquitetura da Nervos, os desenvolvedores podem conectar diretamente todos os ativos de diferentes blockchains ao blockchain da Nervos sem alterar o protocolo. Daniel Lee disse: criar um novo mundo descentralizado de internet é o que nós queremos fazer. No mundo da internet, com o número do celular e endereço de e-mail do usuário, você tem acesso e oportunidades. Da mesma forma, no futuro, a Nervos pode facilmente transformar usuários de internet em usuários de blockchain. A seguir, vamos ver a apresentação. 谢谢大家。非常担心让主持人和大家失望，因为真的并不想讲太硬核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就是过去几天，过去1个礼拜时间的话呢，在上海，其实就是上海知名的、全世界知名的上海区块链周，然后呢来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呢非常多的活动，party， 然后活动之后有 party，party 之后有 after party，after 之后有 after party， 还有 after party， 所以这几天时间的话呢，就是聊了很多的人，所以今天的嗓子条件特别差，但是嗓子条件差的话呢，但是讲的东西的话呢，又特别我认为非常重要。重要的不是说我是来讲我们做了什么，更重要的讲的话是我们围绕开源、围绕开放，然后我们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多链并发的互联网3.0的世界。再一次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是这个行业的，我是区块链行业的一个老兵。我从14年呢就加入了区块链行业，做过非常多的东西，交易所、钱包，就像前面主持人说的，我是 iToken 钱包的创始人。然后呢，现在呢我在做公链，做的公链呢是Nervos。Web 3.0的话呢，我们给它的定义的话呢，在我们心里的话，它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今天是 Web 3大会，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的话，我再跟大家探讨什么是 Web 3的定义，什么是开放互联网的定义的话，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在我们心里创造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世界，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在这个大框架下的话呢，我们做了 Nervos， 然后我也很高兴收到了 Web 3的组委会还有贾瑶琪贾博士的邀请，来这里的话呢，来跟大家分享。当时呢，我就跟贾博士讨论，我说我来这里的话呢，讲点什么东西比较合适呢？你说你觉得讲什么东西比较合适，我就去讲什么。贾博士跟我说，你们也是用了Rust 编程语言，然后呢，你们用 Rust 编程语言去做开发，能不能来讲讲 Rust？ 我说好，那我一定会讲 Rust。首先说的话 ，Rust 编程语言并不是区块链时代这个世界的东西。Rust 编程语言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区块链而诞生，它是区块链外面世界是一个更大的技术世界的东西。可是的话呢，Rust 这门语言成就了我们这个行业的非常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全部都是通过 Rust 这门语言所铸造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说呢，真正奠定 Rust 这门语言的在区块链这个行业的高光时刻，注意啊，高光时刻，大概是4年前的这个场地。对，没错，就是大家今天所在的这个茂悦酒店的这个会场。4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4年前的9月份，9月中旬，以太坊的 DevCon 第2届大会在上海举办。没错，就是在这个会场。当天会场开场前的大概在几个小时，以太坊社区以太坊的网络经受了当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DDoS 攻击。那场攻击是以太坊社区遇到的最严厉的一场攻击，也就是说，黑客有组织、有预谋的，在上海的这场大会上，当所有的以太坊的核心开发者都齐聚在上海的时候，
对网络发起了总攻击。那一场攻击我记忆犹深，因为当时我是 Token 的创始人，我们已经把1.0的阿尔法发布了，我拿着手机钱包现场要给很多人演示，我要演示用手机钱包，当时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手机上的钱包在现场演示以太坊的转账，结果网络崩溃了以后，让我的这个转账变得难以演示，无法操作，我非常焦虑，所以我非常密切的在看待这个网络什么时间能够恢复。之后的事情的话呢，可能有些人就知道了，就在这个会场旁边很近的会场休息室里面，有一张历史时刻的一张照片呢，以太坊的核心开发者、技术开发者聚集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大家有的人是跪在地上，有的人是在沙发上拿着电脑焦急的解决问题。当时呢，这个问题被怎么解决的呢？就是用另外一门语言写的一个客户端就是用 Go 语言写的客户端的。当时是主流，全部被DDoS攻击干趴下了。能活下来的那个客户端的话呢，是用 Rust 语言写的。对，那个客户端呢，当时的名字叫 Parity， 现在它的名字叫 Open Ethereum。然后呢 ，Parity 这个团队跟我们现在知道的 Substrate 团队、Polkadot 团队一脉相承，这是后面的故事。当时 Parity 团队用 Rust 语言实现的高效的以太坊客户端，可以说拯救了这个网络。当时如果不是所有的矿石、所有的全节点快速的把 Go 语言实现的客户端切换成 Rust 实现的 Parity 客户端，那么这个网络如果被打趴下了，出现分叉了，或者真的再吵不起来了，今天没有今天以太坊的这样一个结果，也没有今天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的这一切。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区块链开发者的话，我们感谢当时用 Rust 语言所实现的客户端，我们感谢这个世界有 Rust 这门语言，我们也感谢区块链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所以谢谢开源社区。为了回馈 Rust 这门语言做的贡献的话呢，作为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技术社区的话呢，我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去参加很多的Rust 大会，我们也把 Rust 语言和区块链结合，在全世界内范围内办了很多的线下活动，包括呢我们在亚洲办了第一场，其实是去年在北京我们办了第一场亚洲的 Rust 技术大会，然后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行业的话呢，我们因为今年的疫情关系，我们今年没有筹备，但是如果明年没有疫情关系，我们希望延续下去，希望跟所有使用 Rust 技术的，包括 Parity， 包括 Substrate， 包括 Polkadot， 包括 Web3 基金会，我们一起能够延续把亚洲的 Rust 技术大会一起办下去。好，那么下面的话呢，我想讲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分享，就是未来的区块链世界一定是一个多链互联的世界。这里的话呢，我想推出一个概念呢，叫互操作性2.0。什么叫互操作性2.0呢？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1.0的定义。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什么是1.0。大家想象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区块链世界最火的项目是 DeFi。DeFi 项目里面最火的项目是流动性挖矿。然后流动性挖矿第一次把一种模式摆到大家面前，一种创新呢叫做套娃。什么是套娃呢？就是你能把你的资产放到一个项目里面去，然后呢，这个资产的话还能把这个资产的流动性代币能够质押到另外一个项目里面去，然后呢得到 Token B， 然后就把 Token B 抵押到 Token C， 一鱼两吃，一鱼三吃。然后社区把这种模式叫套娃模式。套娃模式是在一条链上的智能合约之间的可组合性、互操作性。我们把这种在一条链上的一种虚拟机里的一种智能合约平台上的这种组合性叫互操作性1.0。到了2.0，我们能实现区块链链和链之间的互相的互操作性，就是链和链之间可以套娃。现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这么做到。讲到去做互操作性2.0的话，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现在的互操作性带来的痛点问题是什么。首先，先从用户角度去说，用户接触区块链接触的是钱包，每一条链都有自己专属的钱包。有一些钱包呢，它可以指示很多条链，但是呢，在多链钱包里面，用户针对不同的钱包有不同的账户、不同的地址，
然后呢，在每一条链上，用户都要去学习，都要去了解这条链上的操作该怎么做。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条链互相跨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再做一个新的钱包，让用户去学习？我们不希望让用户去学习，我们在想，用户能不能使用他已经熟悉的钱包，然后不改变他的习惯，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享受到多链打通互跨带来的好处。这是从用户角度。然后呢，从开发者角度，如果开发者想要去服务所有的用户，他会发现所有的区块链的用户是被分割在了不同的链上。我想服务以太坊的用户，我想服务Polkadot的用户，我想服务 EOS 的用户，他需要在每条链上重新把它的应用再做一遍，然后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他能不能做一个应用，然后就能跑在所有的链上？或者是说，让所有的链上的用户都能够成为他的应用的用户，他如何能够只能做一遍？早先的时候我们有 iPhone， 然后后来我们有了安卓，然后做开发的人呢，开发者的话呢，要把他的应用在安卓上面做一遍，然后要把他的应用呢在 iOS 上，在苹果 iOS 上做一遍。然后呢，这些开发团队在两边同时去做同样的功能的话呢，其实开销很大。最后我们有了微信，微信有个小程序，在小程序里面只要做一遍，两边用户同时，所以小程序的用户增长非常非常快。现在我们已经不想再去做跨平台应用了，我们想直接做小程序应用，一个平台去服务所有的用户，这是我们开发者想要的。再说资产跨链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难的。资产跨链的技术非常成熟，已经被人们研究得很成熟了。说实话，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在于效率和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事情。当你注重效率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中心化跨链、见证人跨链、多签跨链。当你需要安全的时候，你需要两条链之间互相都有对方的 SPV 节点，做对方的清节点验证，然后效率就会变得很慢，变得很复杂。但是效率和安全的这种妥协，在不同的场景下是不一样的。用户能不能简单到在不同的场景下就有人有基础设施帮他把跨链做好了，他不用再做额外的选择呢？有这些痛点在一起，我们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去做。于是的话，我们就推出了在 Nervos 平台上，我们利用我们底层平台这个功能，就推出了互操作性2.0。互操作性2.0取决于 Nervos 平台上一个很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呢，就是 Nervos 这条链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就是非常善于学习外语。每一条链都有自己的协议，每一个协议对于另外一条链的协议来说就是一门外语。两条链之间能够互相互操作，能够互化，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第三方能够会说这两条链的语言，然后把这两条链上的一条链的语言把它翻译到另外一条链上去。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天赋，他天生就很容易学会8门语言，并且他还很容易的去学会更多的新语言，那么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帮助这些不同的国家的人可以去更好的去沟通，他去做所有的人之间的那个中心化的翻译。然后如果有这个能力，就是在底层你能不能去模拟其他链的协议，这个能力是 Nervos 在设计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所以我们基于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实现在底层把所有链的资产很方便的跨过来，在上层我们不需要开发者去额外的去做新的 DI。你做了一个 Polkadot 上的一个应用，你做了一个 EOS 的应用，你不用改变协议，可以直接接到 Nervos 上来。接上来之后呢，我可以把其他资产跨上来以后，你可以在 Nervos 上面同时操作其他地方的资产。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自动化了，开发者只需要开发一次，他喜欢在什么平台开发就在什么平台开发，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平台都能得到兼容性的支持。然后走到这就完了吗？走到这的话，我们没有出圈。真正的区块链世界的话呢，是要去帮所有的用户解决问题。区块链之外最大的那个世界叫互联网。互联网世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协议，非常多的标准，以及每一个协议和标准背后都有非常多的用户。如果我们的区块链懂互联网的协议，会说互联网的语言，能够兼容互联网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很
方便的给所有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一个可以接入进来使用服务的一个机会。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有手机号码，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有邮箱地址。OK， 有手机号码，有邮箱地址，你就有了一个入口的机会，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把这种互联网用户变成区块链用户。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场景，这就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互联网互操作性2.0。OK， 最后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对以太坊生态的支持，我们已经可以用以太坊的生态、以太坊的钱包、以太坊的应用，直接跨到 Nervos 上来做支持。下一步我们还会做的更多，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并且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欢迎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